陆无双，你借来的300年风光该还了。恭贺太上长老功行圆满，元婴道成。从此青州再添大能，陆家福泽万年不衰。今日之后，青州半壁唯我陆家独尊。恭贺太上长老！陆无双，你借来的300年风光该还了。何人竟敢擅闯我陆家结营大典？手身毫无灵力波动，一个瞎子也敢来陆家撒野，立刻滚！别脏了今日的吉地。陆无双，300年已至，今日要么献出陆家半数家财典当，要么修为尽散，身死道消。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瞎子也敢威胁元婴老祖？怕是疯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敢来陆家碰瓷儿？哼！黄口小儿，眼盲也就罢了，心也疯了。元婴大典之上口出狂言，我看你是嫌命太长。我陆家只要青州半壁灵脉，历史300年，只有我陆家取人之物，从未有人敢上门向陆家要债。你也配？陆长老贵人多忘事，那300年前的忘忧当铺与温恒之，你也一并忘了。温恒之，是你什么人？温恒之嫡孙温行。哼，我当是什么来头？原来是攀着与我陆家的旧关系来打秋风，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还敢来碰瓷？他就是父亲口中我那个不值一提的未婚夫。原来是故人之后，那今日奉祖父留下的典当契诺，上门收账。今日是本座元婴大典，你若修行缺些灵石丹药，本座赏你便是。再敢胡言乱语，莫怪本座不念旧情。陆长老何必装糊涂？你今日能踏足元婴，揽下陆家300年鼎盛基业，全靠当年典当自身本源生机换来的契约受来。如今契期已满，怎么要赖账？父亲，这就是与我有婚约的温行。住口！得罪了陆家，断了咱们炼气府的灵矿供给，楚家满门都得喝西北风去。哦，听楚小姐的意思，这讨债的和楚家也有渊源。陆公子误会，绝无此事，不过是上一辈酒后戏言，做不得数的。小女炼气天赋冠绝青州，怎会与这种盲眼凡夫有婚约？绝无此事！还不闭嘴！当众胡言乱语，丢尽楚家颜面！父亲对着陆家悲鸿屈膝，处处逢迎的木兰，才是真的丢了楚家100年炼气世家的风骨。你放肆！跟这废物废什么话？擅闯大典，妖言惑众，现在就斩了他！爷爷的结盟大典祭剑！一派胡言！本座不欠温寒之任何东西。300年前，你陆无双困于筑基瓶颈，寿元将尽，走投无路之下，你在忘忧当破，典当自身本源生机，换取突破机遇，并与我祖父定下300年前长契约。修仙界只听过典当法宝灵石，从未听过连寿命星机都能典当的。哼，这瞎子定是故意来捣乱的。本座如今已是元婴大能，如若本座执意不认你这账，你区区一介凡人，能奈我何？楚家主，这瞎子与令千金有婚约在身，今日他大闹我陆家大典，你楚家若不给个交代，从今往后，楚氏炼气法就别想在青州买到1块灵矿。去，把当年2家定亲的婚书给我拿来。我楚家与温家的婚约，今日彻底作废，从此再无半点瓜葛。父亲，大可不必当众如此。住口！无修为傍身，无世家依仗，根本没有资格攀附我楚家。这门婚约从今往后彻底作废。婚约可废，但这玉书乃是我祖父与楚家老中长亲手所刻，楚家主如此作践，未免太抱歉了些。家父行事过激，我代他向你道歉。我虽不以婚勋束缚，但绝无羞辱你的意思。日后你若有难，只要我楚清言能帮得上忙，定不推辞。多谢楚小姐。陆无双，我最后问你一次，这债你当真要赖？
本座倒要看看，你这瞎子能有什么本事？既然如此，休怪小辈无礼了。今日我只收回你半数生机，留你3天活路。3日之内，将陆家半数灵石矿器、所有丹气产业文书全数送往忘忧堂破交割抵债，否则，下次登门之时，就是收回陆无双全部生机之时。所有人给我上！杀了他！把那个破手抢过来！记住，只有3天，过期不候。我陆家世代望族，绝不可能向这个瞎子低头！去剑阁请苏普香阁主，去云霄观请云子道道长，快去！少主，苏阁主乃是青州剑道第一人，性格素来孤傲，他真的会插手我们和温行的私人恩怨吗？苏无相虽是高傲，但他麾下剑阁常年收受陆家海量灵石资源供养，300年来欠下我陆家无数人情。今日我陆家遇难，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苏阁主已是元婴巅峰修为，一身通天剑意，冠绝青州。有他出手，必定能制服那诡异的瞎子。爷爷，放心，我已经派人加急去请苏无相与云道道了，他2人即刻便至，不出多时，温行必死无疑。您的修为，您的生机，孙儿一定替您拿回来。楚小姐一路跟着我，有什么事吗？冒昧尾随，是我失礼。陆家大典之上，家父当众撕毁婚约，羞辱你，绝非我本心。我虽是家主之女，也不过是家族利益的奴役，很多事我也做不了主。楚小姐无需介怀，2家婚约本就是长辈私自定下，作废了，对你我都好。温公子身上的杖部法器，拥有通天彻地之能，实在太过不凡。我修炼气之道多年，从未见过无需灵气便能催动的法器，不知这究竟是何物？此物是我祖父遗留之物，其中内情不便多言。是我唐突了。对了，敢问温公子对炼气一道可有兴趣？我不曾修习过炼气之法，不过祖父失踪前常年浸云此道，我自幼耳濡目染，倒也一直存着几分兴趣。听言，速速随我返回炼气坊，家主严令，不准你再与温行有任何往来，立刻随我归府。你行事千万小心，陆家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找你。我本以为敢只身打上青州顶尖世家，当众索要300年斩约之约，定是修为通天的高人，没想到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瞎子。凡人，苏无相苏阁主到此，还不赶紧出来迎接？识相点，随我们回陆家认法。就是你装神弄鬼，动用邪异手段，致使陆长老本源生机流失，气血衰败。陆无双灵力溃散，肉身衰败，是其300年典当期限到期的天道反噬，是因果既定的天道法律。我不过是依据灵气账簿如约收债而已。陆家常年向我建国供奉海量高阶灵石，珍惜炼器材料，你大闹陆家大典，让陆家当众蒙羞。此事
本座绝不可能坐视不理。那苏阁主今日打算如何了结此事？第一，你亲至陆府，当众下跪谢罪，陆家所有债务一笔勾销。第二，当场焚毁你手中的灵气账簿。第三，永久离开青州，此生不得再踏入半步。阁主何必与他废话？直接拔剑镇压这狂妄小子，让他彻底认清青州到底是谁说了算！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非得逼阁主出手，纯属自讨苦吃。本座素来不屑欺凌眼盲无修为的残弱之人，但也绝容不得旁人在青州地界肆意张狂。本座最后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主动下跪，认错臣服。苏阁主高高在上，威名赫赫，怕是早已忘了300年前的落魄过往。当年你被仇家废了灵脉，又遭到追杀，带着年幼的妹妹四处逃亡，窝在桥洞下等死。是一位修士赠予了你逆天机缘，才让你活了下来。阁主，杀了这满口风言的狂徒！当年你走投无路、濒死之时，向我祖父借了通明剑心。你如今一身通天剑道，全是借来的机缘。灵气为证，因果分明。300年期限已到，我没找你，你倒先找上门。今日正好一并清算。你到底是谁？我叫温行，温衡之唯一的孙辈，忘忧当铺继任掌管人。温前辈他人呢？他老人家现在何处？是否无恙？我祖父若是安然无恙，何须轮得到我一介没有修为的小辈，独自下山赴青州收债？温前辈与我有再造之恩，若前辈有难，我苏无香愿赴汤蹈火。忘忧当铺借机缘赠造化，所有典当皆有期限，缺满自会有人收账。典户心存善念，不助恶，债务可缓。若依附恶人为虎作伥，所借机缘即刻收回。苏无香不知少主身份，险些酿成大错。陆家来人求助，只说盲眼小辈重伤陆无双，刻意隐瞒你是温前辈后人。属下苏无香见过少主，全部放下偏见，立刻向温少主行礼道歉。谁敢不从，举出剑阁！剑阁弟子向少主赔罪。陆家委托你来的任务，局实告知于我。陆家嘱托我逼您前往陆家，当众下跪认错，亲手焚毁灵气簿。若是您拒不配合，便由我出手废掉您。那你如今如何打算？从今往后，剑阁彻底斩断与陆家数百年的供奉往来，不再承接陆家任何鬼托，不再庇护陆家分毫。陆家与温少主为敌，便是与我整个青州剑阁为敌。青州剑阁愿以温少主为尊。陆家亏欠我剑阁恩人的债，便是亏欠我剑阁的债。自今日起，剑阁永久断绝与陆家一切合作。此乃我毕生剑道根基所铸佩剑，今日交由温少主，任凭少主处置。收好佩剑即可。修行剑道，当守本心，正己身，而非动辄持剑恐吓旁人。日后切忌收敛锋芒，不可恃武施压。少主教训的是，忘忧当便简陋清寒，今夜还请温少主移步剑阁留宿。不必，当铺隐世多年，今既已现世，我自当留守，不离半步。都愣着干什么？快帮少主打扫当铺。天道规则虽冷，人间尚有道义。你今日只是受人所托前来交涉，并未伤人，也未执意助恶。你的通明剑心债务
今日暂且搁置，不予清算。多谢少主体恤，从此以后，苏某甘愿为少主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既如此，我命你即日起时刻监视陆家所有灵石矿脉。3日内，陆家若交接半数产业抵债，陆无双的典当合约一笔勾销；若敢赖账，便强行清算他全部本源生机。苏阁主，你定然已经制服那盲眼小子了吧？速将人押回陆家，我要让他跪在我爷爷面前磕头认错，给陆家赔罪。陆晨，你简直痴心妄想！本阁主今日险些恩将仇报，铸成大错。苏阁主这话什么意思？不过片刻功夫，你为何突然变了说辞？从今日起，剑阁终止与陆家所有往来，不再插手陆家任何私事。我限你们3日内交割半数资产抵债，若是逾期，我亲率全阁弟子登门追责。文少主，刚才交涉作辞是否妥当？措辞恰当，只是声音太大，过于张扬，容易扰民。该死的苏无双，收了我陆家的灵石，居然还敢背叛！我要他不得好死！云极道何时能够抵达陆家？少主放心，已派人去接应。云道长约莫半个时辰即可抵达。只要云道长炼制的丹药能稳住爷爷溃散的本源生机，护住元婴修为，我陆家所有法宝任由云道王随意挑选取用，绝不吝啬。晨儿，听我说，不要再招惹温行。爷爷，温行只是一个无修为又眼盲的废物，凭什么要我陆家割舍半数产业，低头退让？我不甘心！若3日内拒不逾约，天道规则会尽数收回我身上的本源生机。届时，陆家在青州修真界将再无立足之地。少主，云极道道长来了。云道长，陆长老本源生机大幅溃缩，灵根衰败，周身灵力根基已被外力剥离，寻常丹药无法根治。道长可有调理之法？无论耗费多少灵石丹药，我陆家尽数承担。能否稳住灵根，锁住残存生机，投入的修炼资源多寡。此丹只能临时固本维稳，暂时压制生机溃散之势，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根除隐患，斩断天道反噬，唯一的办法便是彻底销毁那本承载因果的灵气账簿。好一个灵气簿！温行，我要让你碎尸万段！道长，太上长老的生机不停溃散，是不是那温行动用了什么诡异手段？以丹道医理而论，陆长老常年偷之灵力，根基虚耗日久，今日触发病障，是突发性灵根衰竭。以天道因果而论，是陆无双300年前典当了本源生机的期限已满，债务到期，天地规则自动收回典当的生机。道长说的这般笃定，莫非早就知晓忘忧当铺的规矩？本座早年行走青州各地，早就听闻温恒之与忘忧党铺的典当秘辛，对其中因果规则略有涉猎。那温行看似双目失明，只是一介残弱凡人，其实他天生身怀幽冥灵目，可时时天下灵根优劣，丹药剧毒真伪，更能看透修士气血盛衰、生死寿元。但此人
早已失去陵墓之力。他若是真有通天能耐，何须以红绫遮掩？说到底，只是个无修为、无靠山的凡人，根本不值一提。此番纠葛，交由贫道处理。我亲赴忘忧当铺，与温行当面相谈，替陆家抹平这场祸事。云道长，温行手段诡异莫测，此番前往，您可有十足把握压制对方？哼，不过是倚仗灵气部装神弄鬼的凡人显辈。本座身兼丹道秘术，护身造法，镇压一个区区温行，易如反掌。此处是忘忧上破地界，剑阁奉命值守，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还请道长止步。哼，陆家动作倒是极快，一早就派人重金请来云子道。此人乃青州第一丹师云子道，阴私狭隘，绝非善类。云几道今日登门，并非单纯为陆家出头。少主此话何意？他与我之间压着一笔10年的旧账，此番前来，是他的因果该清算。我并非眼盲，而是先天幽冥灵木残缺。若是睁眼，灵木会释放灵力，持续灼烧经脉。我常年复灵闭目，皆是为了温佑眼脉，压制反噬。先天灵木得天独厚，为何会出现残缺之象？当年祖父离奇失踪，我年幼无力自保，云极道不知从何处拿到我血液，在暗中布下盗灵阵法，凭空偷走我半副先天幽冥灵木。敢偷少主的灵液，这云极道活得不耐烦了。他靠偷来的灵木、变灵草、识丹文、知药性，才一步步坐稳青州第一丹师的位置。贫道云子道，名声最好解奏。听闻小友与陆家结下仇怨，特来此与小友相商，结两家恩怨，还请小友开门一叙。少主，这云几道伪善之极，此行必有阴谋，要不要让他进来？当然要让他进来。今日他主动送上门来，我岂能让他跑了？请进。小友神营内敛，真是气质不凡啊！云道长何必这般生疏？你今日的丹道名义，全是偷我半副幽冥灵木换来的。小偷见了施主，何须假装不是？云道长，这小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此人一派胡言。当年温恒之就喜欢故弄玄虚，蛊惑世人。你这小辈心性竟也如此扭曲，竟敢捏造谣言，恶意污蔑本座清白。敢偷不敢认，敢做不敢当，这便是青州第一丹师的风范。小子，老夫今天不是来跟你扯皮的，本座今日是为陆长老而来，你快随我返回陆家，归还陆长老生机。我为何要随你去陆家？你若随我返回陆家，本座便拿出祖传丹方，为你医治眼疾，保你余生不会失明。你一身变草食药、见丹变毒的本事，全是偷我灵木得来，如今反倒假惺惺要给尸首治眼，脸皮之厚，世间罕有。云老道，以前真没发现你这么无耻。苏阁主切勿执意护，你仅凭一剑一门，根本无力抗衡陆家与本座联手之势，切勿自毁前程。今日我剑阁誓死护少主周全。所有人立刻后退，运转灵力护住灵根，切勿吸入毒气。小辈反应倒是挺快。偷盗先天灵木者，契约编号96，盗取之物当归还原主，债务未清，因果未了，你走不了。
万万不可！若是收回幽冥灵木，我便是灵草炼制高阶丹药的天赋会尽数作废，我毕生丹道修为将一朝散尽啊！幽冥灵木本就归我所有，物归原主，天道玄武，理所应当。我看不见了，我的灵木没了，丹文，所有丹文都看不清了。当年你盗取我幽冥灵木之时，就该料到今日因果反噬。如今灵木归位，你我之间的因果就此结清，即刻返回陆家传话，3日还债缓冲期限，分毫不改，一时一刻绝不宽限。云道长如今事务尽失，行路可得稳着点，别磕着碰着摔了。如今陆家只剩2日时限，若是依旧不肯交高半数灵石矿脉与丹器产业，300年基业必毁。云道长，你怎会变成这般模样？莫非是温行暗中动用诡异术法重伤于你？备好文书，交出陆家1半家产抵债。我绝不答应！陆家几代人积攒的矿价与产业来之不易，一旦分割半数，家族根基彻底崩塌。温行所有异常不过是那个灵气部，只要把柱骨彻底销毁，天道约束自然会失效。青州地界有剑阁镇守，无人敢擅闯忘忧唱破，但中州天机阁不受青州规矩约束，济南河长老修为通天，足以无视地界规则，闯入当铺夺布。不可，绝对不可联络济南河。为何不能求助天机阁？当年济南河围杀温衡之，致使他失踪一事，我陆家也参与其中。一旦济南河为了阻止温行，顺着陆家查出当年旧事，选择灭口，我陆家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当年围杀温衡之逼他失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旧事不必多提。速速取来传讯玉符，联络中州天机阁济南河长老。整整10年了，域外天魔的后人终于肯现身了。这是当年温衡之与我楚家定下的联姻婚书，你且收好。联姻婚书，昨日不是被父亲亲手撕碎了吗？昨日我当众撕毁的只是拓印副本，昨日退婚是迫于陆家胁迫，不得已而行的妥协之策。哼，如今局势彻底反转，这婚书便是楚家搭上温家这条后路的敲门砖。女儿不会拿着一纸旧婚婚书逼迫温行，更不会逼迫我自己。逆女，你连家族利益都不顾了吗？我不是父亲手中随意摆动的棋子，温行也绝非楚家可以肆意拿捏、龌龊算计的人。少主，陆家已连夜传讯中州天机阁，求援长老济南江。灵气簿上济南江名下的债务始终没有显现，他极有可能与我祖父失踪一事直接牵连。陆家联系到他，倒是帮我牵上线了。可济南河实力强大，有他帮助陆家，我们会不会收债失败？3日后，陆家的债务必清，我还会顺着陆家查出济南河的债务。济南河心性阴狠，手段极端，向来过河拆桥，求助此人无异于引火烧身，此举不知是福是祸。你的眼睛，白灵取下来了，可是眼睛痊愈了？只恢复了1半，但也足够看清一些因果。所有人都退下。是。父亲希望我与你重结婚约，好把忘忧甲状强行绑在楚家的利益战车上。
想必楚小姐不会答应，也清楚我温行绝不会接受旁人强加的婚约。没错，我楚清燕追求炼器之道，也不会将自己困在家族和婚约上。既然如此，楚小姐今日登门，所谓何事？我想与你做一桩交易。我爷爷留下了与你祖父的所有来往书信，其中有你祖父失踪前留下的线索。你帮我拿下今晚楚家炼器大会的头名，我便把线索双手奉上。我于炼器一道一窍不通，如何能帮到楚小姐？只要你容我参悟几日灵气部便可。我有预感，我炼器瓶颈的突破机缘就在这卷补部之上。我可以对天立誓，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灵气部的半句内情。若违此事，神魂俱灭。祖父失踪之后，我始终参不透灵气部的本源根脚。或许楚清言能帮我解开这层谜题。合作可以，但除了我祖父的消息，你从灵邪部上悟出的所有心得，全部都要与我共享。只要能拿下头名，所有条件我都答应。少主，天机阁济南河已派麾下护法墨雨动身，预计今夜便可抵达青州。贤侄啊，昨日寿宴之上退婚一事，伯父懊悔了一整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昨日还称我是个来历不明的瞎子，今日反倒主动以贤侄相称。楚家主的转变倒是快得很。贤侄说笑了，今日登门实在是有要事相商。小女青言回家之后以泪洗面，心中始终对你抱有歉意，执意要与你重结旧缘。父亲真是巧舌如簧，女儿怎么不记得自己哭过？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女儿自愧不如。青仙，你怎么会在这里？既然你们年轻人私下里已经有了往来，我这个做长辈的便不多加干涉了。父亲可真是开明。今夜楚家将举办炼器大会，不知贤侄可否赏脸一步我楚府观礼？既然楚伯父诚心相邀，晚辈届时一定准时前去。少主为何答应赴会？今夜天机阁的墨雨便会抵达青州。楚宏远这个老狐狸手鼠两端，恐怕早已暗中设下陷阱。我方才以幽冥灵目观之，楚宏远周身缠绕着厚重的灰色浊气，那是与陆家、天机阁因果纠葛所染。他早已暗中和济南河勾结在了一起。从现在起，你便可在此参悟灵气部。今夜炼器大会，拿下头名。这瞎子果然来了，今晚定要让他有来无回。果然是一场鸿门宴。按计划行事，你专心比试，夺下头名，其余的麻烦交给我和苏阁主。贤侄请坐。本届炼器大会正式开始，限时1个时辰，炼器师需炼制一枚兼具防御与聚灵双重功效的护身玉佩，最后按成品品质定胜负。连块正经灵玉都拿不出，也敢来凑炼器大会的热闹？放着家族准备的上好灵玉不用，拿块破石头参赛，简直是笑话！金焰凝石，这绝不是普通的防火。搅乱你的火候，让你当场炸炉报废，看你还怎么争头名！小小伎俩，也敢班门弄斧？是谁竟敢按下黑手？丹炉竟炸了！张大师修为深厚，怎会犯此低级差错？
这反噬力道不一般，指不定是他想暗害扒人，反倒栽了跟头。气浪席卷周身而不乱，这份定力远超同辈。不过是侥幸躲了过去，等成品亮相，照样贻笑大方。这玉佩上的纹路竟然暗合天道运转，这件法器不仅能聚灵气成屏障，竟还能反转攻击，转手为攻。这品鉴远超场上所有法器。这逆女怎么会突然懂得了天道气纹的炼制法门？楚家主，那天道细纹乃是失传的古法，楚小姐当真天资卓绝啊！本届炼器大会头名楚清燕，赏赐高阶炼金石3枚，极品灵脉1座。去告诉使者，可以动手了。本座乃是天机阁济南河长老座下护法墨雨，奉长老之命前来取回属于天机阁的灵气部。莫护法带这么多元婴修士登门，看来天机阁是打算明抢了。季长老有令，只要你主动勾销陆家欠忘忧韩章的所有债务，装手交出灵气部，并随我返回中州，便可免受皮肉之苦。忘忧当铺开门做生意，自古便依仗天道规矩。天机阁的手伸的是不是太长了？在天机阁眼里，季长老的话便是最高规矩。人言岂能大过天道？济南河未免太过痴心妄想。温行，还不快向莫护法跪下赔罪！季长老势力滔天，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楚家主变脸的速度，当真让人叹为观止。早上还上门卖女求和，晚上便配合中州人设下圈套，这墙头草做得十分熟练啊！我这是为了保全楚家，你拿着灵气部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快交出来！听闻你收回了半副幽冥灵木，今日一见确实有几分风采。不过当年你祖父温恒之曾欠下季长老一笔滔天旧债，如今他下落不明，这笔债理应由你这个孙子来偿还。我祖父欠了济南河什么因果债？你交出灵气部，跟我去中州，季长老自然会告诉你真相。阁下真当我温行是3岁孩童，任由你们拿捏？不知好歹，当年温恒之同样手握灵气部，最终还不是输在季长老手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当年旧事，我自会一笔笔查清。但今日，先是你墨雨的应劫之日。活捉温行，带回中州，其余人等一个不留，全部杀光！莫护法，这不关我的事儿，我只是奉命设野邀约。温行，你快交出灵气部！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真正会给楚家招来灭顶之灾的，从来不是温谋，而是你骨子里的贪婪与懦弱。九界散开！这法宝有古怪，我的丹田被锁住了。一帮没用的废物，连个楚清言都对付不了。墨雨，你背负3桩深重公债。第一桩，200年前你为求筑基，献祭360名无辜孤儿，以阴煞之气强行冲关，窃夺修行天赋。第二桩，173年前，你觊觎青云宗资源，洗劫宗门，将青云宗上下81口禁术屠戮，鸡犬不留。第三桩，3年前你不顾修真界禁令，害死一县37000户凡人性命。那又如何？修真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冤有头债有主，你温行又不是苦主，凭什么向我讨债？这些是世间苍生的公债，刻在天道因果簿中，并非私人典当账目。温某今日就替苍生向你讨债。住口！不准再说下去！我的修为，我的元婴在崩溃。如今知晓罪孽，为时已晚。天道因果早已刻入神魂，
你无处可逃，想走，先问过我手中这柄不斩无名之辈的城破剑。温行，你毁我道基，季长老绝不会放过你。这笔账，天机阁记下了。苏前辈不必追了，他身上的苍生公债已在灵气部显化，天道反噬的重量会直接牵连到他背后的济南河，不用我们主动上门，用不了多久，他自会再来寻麻烦。全完了，天机阁不会放过我们的，楚家一切都完了。父亲，您今日执意设下这杀局，拉拢中州势力，转瞬之间却让楚家卷入天大灾患。事到如今，您的心中可曾有过半分后悔？青言，爹求你了，你去求求温掌柜，让他救救楚家。父亲，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爹不起来。只要温掌柜能放过楚家，楚家以后绝不再插手温掌柜的任何事。青霄，你帮爹求求温行。楚家以炼器为本，即便不攀附顶尖宗门和世家豪族，本来也可以在青州安稳立足。是您的贪婪，一步步把楚家推到今天这个地步。楚家主，不必如此。温某并非嗜杀之人，只要楚家为今日设局伏击之事付出应有的赔偿，温某无意继续对付楚家。赔偿，一定赔偿！楚家明天一早就会送上赔礼，绝不拖延。至于中州济南河那边，温某自会清算，也无需楚家担惊受怕。多谢温掌柜宽宏大量，多谢温掌柜。楚家今日动荡，楚小姐可先归家处理杂事。你我之间的约定，明日再履行不迟。多谢温公子的好意，青言便厚颜接受了。苏阁主，我们回当铺。少主，墨雨那女人虽然重伤逃走了，但陆家和天机阁副阁主纪南河绝不会善罢甘休。这纪南河执掌天机阁多年，手段狠辣，不得不防。陆家不足为虑，陆无双已经半死之人，明日便是最后的清算期限。无论如何，此债明天就会了解了。但纪南河那边的动静，确实不得不防。少主，剑阁弟子刚刚截获了重要情报。昨夜墨雨重伤逃走后，立刻动用万里传讯玉符向中州济南河汇报。墨雨不仅上报了行动失败，还将少主您当众揭穿天机阁3庄公债的事情完整上报。济南河得知消息后震怒不已。济南河有何动作？济南河已传令青州境内所有依附于天机阁的散修和修行世家，暗中朝青州城集结。他们恐怕会强攻忘忧当铺，夺取少主手中的灵气部。苏前辈，劳烦你调集剑阁弟子，加固忘忧讲铺周边的护法阵法，划分3班人马日夜轮换值守，绝不能让这些人在青州城内伤及无辜。少主，既然我们已经洞悉了济南河的动作，为何不主动前往中州天机阁与济南河对峙，彻底揭穿当年的阴谋？不可，济南河陷害祖父的债证尚且不全，需等他主动现身，露出全部破绽，再一并清算因果。这枚纳戒是楚家的赔礼，里面有高阶法器无数，20万极品灵石，以及一处玄铁矿脉的开采证书。这楚宏远这次倒是真舍得，看来楚家的家底还挺厚实。楚家的账清了，那这枚玉佩是？这是昨日炼器大会上我炼制的法器，算作送你的礼物。多谢你允许我参悟灵气部。楚小姐言重了，参悟灵气部本就是你我约定好的交易，温某岂能额外收礼？温行，难道你是嫌弃我的心意，才不愿收下？这件法器品阶不凡，太过厚重，我岂能平白收下？少主，
既然是楚小姐的一番心意，你便收下吧。有了这防御法器，等济南河的人攻来，你也多一分保障。既然如此，温某便多谢楚小姐的心意了。温行，其实当年温前辈在写给祖父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的去向。我祖父最后去了哪里？中州天机阁。果然和济南河脱不了干系。信中还提到，当年温前辈曾邀我祖父一同参悟灵气部，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灵气部并非人造法器，而是一件天器。天器？那可是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天道至宝。不错，天器乃天道自行孕育而成，每一件都执掌一种天地权柄，持之便可代天行罚。只是上古大战之后，世间天器便尽数匿迹。灵切部却能调动天道因果之力，能定契约，清孽债。若说是天器，倒也合情合理。只是上古天器皆已失踪，祖父为何会持有灵切部？这一点书信之中并未提及，属下也从未听过相关传闻。这件事会不会和祖父的穿越者身份有关？少主，此刻多想无畏。既然温前辈最后现身于天机阁，只要找到济南河，必定能查到线索。你说的对，今日了结青州陆家的债务，我们便动身前往中州。少主，有陆家的新消息传来。什么消息？细细说来。回禀阁主，陆家掌控的多处灵石矿脉，昨夜遭遇妖兽群袭击，值守弟子死伤惨重，如今灵石产量已暴跌70%。好一个天道反噬！陆家道行逆施，终于遭了报应。还有一事，陆家仿制丹药铺被查出丹药掺杂损人气血血的虎狼之药，用以强行提升药效。如今大量修士围堵陆家方士讨要说法，往日依附陆家的世家宗门也纷纷撇清关系，连夜撤离了青州。陆家灵石矿脉是不是被妖兽毁了？陆无双元婴修为倒退是不是真的？丹药造假一事，陆家有何说法？外界传言陆家得罪了顶级大人物，惹上了灭顶之灾，此事是真是假？陆家到底怎么了？给个说法！我还没结，如何是好？少主，不好了！外面怎么样了？少主，外面围满了人，都在质问矿脉丹药修为的事，还有好多合作世家天不亮就收拾东西跑路了。上行在库房里还查出大批法器有瑕疵。什么？这群混蛋！太上长老，大事不好了！咱们家的矿、上行坊士全出事了，依附咱们的世家也都跑了。慌什么？这都是因果反噬。少主，你觉得陆家今日会带着产业契书前来当铺履约还债吗？不会。如今陆家还没尝走因果反噬的切骨之痛，心中仍存侥幸，还在等着济南河出手替他们解围。还有一则关于墨雨的消息。昨夜对峙结束后，墨雨并未返回陆家府邸，直接去了云行客栈，至今没有动身返回中州的迹象。云行客栈？云行客栈遍布九州，是高阶修士歇脚打探消息的首选之地。背后势力出自中州大前仙朝，青州不少修真世家高层都常在那里密会上谈。墨雨留在那里，是在等济南河的下一步指令。与其被动等他上门，不如我们主动去云行客栈，与他当面对质，探探消息。少主，属下派人先行一步，前去探查客栈布局与人手部署。万事小心，不可贸然与人起冲突。温行，我可否随你们一同前去云行客栈？此去云行客栈谈判必定危机四伏，为了安全考虑，你还是留在当铺，莫要去了。怎么，温掌柜是觉得我楚清燕只会炼界拖了你的后腿？我虽不常与人动手，但好歹也是金丹修为，身上高阶防身法器无数，我不会轻易陷入险境。
指不定还能保护你这个没有修为的掌柜。我虽然没有半点灵力修为，但有着灵气部天道秩序护身，化神以下没有人伤得了我分毫。但中州济南河的手下个个阴险歹毒，手段层出不穷。温某不能拿你的安危开玩笑。楚小姐，你还是留在当铺吧，这也是为你好。当真说中了，到底是哪里得罪了这位大小姐？楚小姐，请放心，今日有苏某的天明剑在，定会护得少主周全，绝不让征州那帮宵小伤及少主半根毫毛。楚小姐，少主虽然在因果布局上算无一策，但在男女情分一事上，着实是一块不开窍的榆木狗肚，还请小姐莫要与他计较。既然苏阁主当了和事连，本小姐便给苏阁主面子，不叫你为难，今天就不去了。不过温公子，要是遇到危险，可别忘了激发我送你的那块玉佩。这苏阁主，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苏某只是告诉楚小姐，少主瓮口极好，不需要别人瞎操心。少主，那墨雨就藏在云行客栈，但据探子报，中州天机阁又有人来，今日也在云行客栈落脚。不过这云行客栈门槛极高，寻常散修纵使捧着100万灵石也难进其门，必须有客栈掌柜的亲自引荐。哦，苏阁主当年又是如何进去的？当年苏某直接拔剑，指着那客栈掌柜的喉咙，一路从大堂打到了底阁。那掌柜的打不过苏某，最后哭着求苏某收下入场玉牌，亲自把苏某请了进去。苏阁主当真直接，不过今日我们是去清算债务，不需要用这种野蛮法子。带路吧，去云行客栈。站住！云行客栈禁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元婴威压，你是何人？敢擅闯云行客栈？劳烦通报一声，就说忘忧党破温行前来请墨雨一叙。忘忧党破的温行，就是那位传闻中执掌生死期的掌柜。咱们掌柜的特意交代过，此人万万不能得罪。快去通报！温掌柜，久仰大名。在下张昭，墨雨师姐昨日办事不力，没能请回温掌柜手中的灵气部，昨夜便已被送回中州天机阁，接受季长老的门规处置了。所谓的处置，是化解天道因果的手段，还是纪南海纯粹在迁怒手下？温掌柜说笑了，季长老的深意，岂是我们这些做属下的可以随意揣摩的？废话少说。张昭，你今天带人在这里设卡，莫非也是想跟墨雨一样，强抢灵气部不成？苏阁主千万莫要误会，天机阁是讲道理的地方。张某今日前来，不为动手，只为替陆家商谈一份代偿债务的方案。代偿，有意思。张先生，前便带路。温掌柜，苏阁主，请。温掌柜，请看。这是青州陆家整整半数的家产转让契书，包括灵石矿脉3处，炼器空房10座，折合极品灵石不下500万。季长老是个体面人，只要温掌柜愿意，天机阁可以用这份资产全额抵消陆无双在灵气部上典当生机的因果，只求温掌柜落笔清账。这半数青州，此后便是你的囊中之物。玄阳宗灭门时被劫掠的库存，青州大雪时被克扣的灾民赈业，还有凡间10万生灵的契约，纪南河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想用这些背负着天道罪孽、沾满了凡人血泪的公债赃财来抵消陆无双的私人欠债。天道灵气贵在手续，若收了这沾染苍生血泪的赃钱，温某便是与魔同行，灵气部的天道全权亦会崩溃。他纪南河是想把这些滔天的因果孽债转嫁到温某身上，让温某替他背负天道反噬。温某代天行道，绝不收纳任何一分沾染苍生苦难的赃钱。滚！温行，你莫要给脸不要脸！你区一个没有修为的瞎子，真以为靠着本破竹就能翻天？中州天机阁的势力遍布整片大域，
你要与天机阁作对，这青州便再无你立足之地。苏阁主，我们走。这老狐狸竟然是在算计少主的天气权柄，真是好险！可是少主，如今谈判破裂，陆家那帮人知道了今日便是最后期限，会不会狗急跳墙，集结所有死士，强攻忘忧河炮？他们做不到。陆家之前屡次三番想要借助中州势力挣脱天道因果，但陆无双身上的天道反噬，在昨日就已经波及陆家了。陆家人现在自身难保，又拿什么组织大规模的围剿？少主，其实我很早就想问你了，那陆无双个人的典当债务，为何会波及整个陆家？因为300年前，陆无双仅仅是当来他自己突破金丹的机缘，可陆家这300年来的凭空崛起，坐拥青州大半灵石矿脉，你觉得真的是因为陆家运势逆天吗？少主的意思是，陆家不过是纪南河在青州暗中扶持，替他敛财的一条恶犬。不错，陆家这300年来造下的每一笔孽债，交易的每一座矿脉，其实全部都记录在灵气部中纪南河的那一页上。纪南河最害怕的不是陆无双的死活，而是怕我顺着陆家这根线，顺藤摸瓜查到当年中州他伤害我爷爷的真相。我明白了，纪南河刚才让张昭拿出的那份半数家产，名义上是帮陆家还债，实则是想花钱消灾，彻底抹除灵气部上关于陆家和天机阁交易办的关键记录。只要那页账目被勾销，少主追查温恒之老掌柜失踪的线索就会在这里被彻底掐断。可惜，人在做天在看，他越是想掩盖，就越说明我爷爷留下的线索正好戳中了他的死地。因果气流已经开始倒灌，陆家的气运距离彻底崩溃只剩最后半天了。苏阁主，吩咐下去，让剑阁的弟子死死盯住陆家府邸、灵石库房以及他们名下的所有炼器工坊，不要让他们转移一块灵石。爷爷，云行客栈那边传回消息，纪南河长老备好了半数家产转让文书，可温行连碰都没碰就直接给退回来了。那瞎子说，资产沾染了公债污秽，拒不收纳，他还让咱们自己解决典当债务。南域核心矿场被4阶妖兽封了，法器库房里有瑕疵的法器全被城守查封，连平日里跟咱们合作的长老们都卷了银石跑路了。再这么下去，咱们陆家掌握的玄天秘境都保不住了。爷爷，难道我们真的要把半数家产白白传给那个瞎子？云道长，您怎么来了？您快给拿个主意吧。陆大少爷，到了这个时候，你竟然连核心真相都看不明白，真是枉为陆家继承人。真相？什么真相？若没有中州纪南河长老在背后扶持，这300年你们陆家能成青州第1豪族。如今大祸临头，不依靠天机阁，你们还能指望谁？云几道，你少在这里放屁！纪南河只是拿我陆家当枪使，他巴不得老夫现在就死，好死无对证。300年期满，因果已成，陆家避无可避了。爷爷，那是1半的产业啊！那是我们陆家几十代人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灵石矿和炼器坊，就这么拱手送人，我不服！爸儿，陆晨，你睁开眼看看，如今青州各处产业纷纷出事，我们能保住剩下的1半就不错了。如果不还债，
灵气部的天道反噬，今晚子时就会抽干老夫的生机。老夫一死，陆家没了元婴庇护，那些平日里的仇家会瞬间把陆家生吞活剥，到时候连根毛都留不下。立刻去库房，把名下所有干净没有跟济南河以及中州公寨有牵连的地契、商行、炼器房契约整理出来。子时之前汇总成册，随老夫去忘忧当破。是，爷爷。少主，距离子时只剩3个时辰了，陆家真的会来？天道反噬入骨，陆无双不想死，就一定会来。温掌柜，陆家前来生成300年典当本源生机之债，半数干净资产分毫不差，皆在此处。温掌柜，陆家半数资产皆在此，地契矿脉一分不少，立刻把陆家的灵气销毁！急什么？资产须得少主亲自核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苏无香，这是我们陆家跟忘忧党破的事，竟然党破的迷不3线，你剑阁凭什么插手？地契之中有2成属于济南河的中州公寨赃款，这些赃钱沾染了无数散修的血汗怨气，灵气部绝不收纳。胡说！这些都是我陆家合法经营所得，哪来的什么赃钱？你莫要血口喷人！陆老太爷，你要为了这2成赃钱搭上你的命吗？陆晨，把秘境玉符拿出来。爷爷，你疯了吗？那秘境是我们陆家立足青州的最后底牌，不能动啊！陆家该到头了。没了秘境，后代子孙如何立足？此秘境乃老夫当年在一处古修士遗迹中所得，绝无一丝罪孽因果。以此秘境抵扣那2成赃产，不知温掌柜意下如何？此物可抵债。陆家半数资产已清，当年典当本源生机的债务就此2清。我陆无双认可这因果，绝不反悔。陆老太爷，若是300年前你知道要付出半数家产，你还会选择典当生机，换取金丹突破吗？当年老夫身处绝境，若不突破，陆家在青州便是一块肥肉，任人宰割。哪怕重来一次，老夫依旧会当。但老夫错就错在一满之时心存侥幸，想要依靠中州济南河的力量躲避天道反噬，连累了子孙。温掌柜，10年前有一事，老夫觉得有必要告诉你。10年前的一个雨夜，你爷爷温恒之被中州修士追杀，曾逃到我陆家势力范围。老夫当时劝他留下躲避，但他拒绝了，执意前往天机阁。没过多久，济南河带人搜查到我陆家。济南河对陆家有恩，老夫不能不报，便告诉了他温恒之前往中州的消息。所以济南将从很早以前就在打灵切铺的主意了。不错，济南河布局多年，就是为了夺取忘忧当铺和灵气部。他扶持我陆家，也只是为了监控青州，寻找温恒之的下落。陆家的债，今日2清。至于济南河的孽，温某会亲自去中州清算。
少主，陆无山方才供述的那些往事，真假几何？雨夜避难，纪南河带队追杀是真，但陆无双隐瞒了当年暗中提供情报，配合纪南河搜捕我爷爷的细节。这老东西果然不老实，属下这便带人去把陆无双扣下，大刑伺候，逼他吐出全部真相。忘忧当铺收债自有天道规矩，我们清算因果，只凭灵气部的记录，不可私自捆绑拘禁世家之人，强行逼供会沾染私刑怨气，折损当铺的气誉。苏阁主，不可因小失大。是，少主。少主，这些矿脉、工坊，还有那处洞天秘境，价值难以估计。您打算如何处置这笔庞大财富？分作3份，第1份单独存入当铺库房，用作忘忧当铺日常运转、修缮以及剑阁弟子的值守开销。第2份，劳烦苏阁主带人核查300年内被陆家强取豪夺的小世家产业，找到苦主后人，尽数归还。第3份，全部兑换成散碎灵石，设立长效善馆，接济那些因陆家和纪南河公债而流离失所的孤儿、受灾百姓。少主，寻常修士若得此财富，无不买丹药，建府邸，扩充势力。您竟然一分不留，全部散尽。忘忧当铺本就是天道因果的驿站，收债只为了结孽缘，非为敛财。天道财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该独自占有，否则便是新的贪阴。少主高义，属下这便亲自去办，定不漏一人，不私吞一时。少主，陆家衰败的消息传开，青州各大修真世家都炸开了锅，现在门外挤满了想登门攀附的世家长老，还有人抬来了高阶灵石和防御法器，全被剑阁弟子拦下了。所有外人一律不见，送来的重礼原路退回。忘忧当铺不是世俗应酬的集市，无需与这些趋炎附势之辈虚与委蛇。属下明白，这就去将他们全部撵走。300年前，纪南河就已经盯上了爷爷和当铺。10年前的追杀，也只是他布局计划的一环。楚小姐，你来了。之前我不让你去云行客栈，是我太专断了。温某在此赔罪。哼，难得看到温大掌柜低头认错，可真是折煞小女子了。是温某思虑不周，还望楚小姐大人有大量，原谅在下。不逗你了，今日前来有要事相告。这是我从祖父书房暗阁中寻得的遗物，都是祖父与温前辈当年的来往密信。我认为信纸中藏有隐秘，或许需要你的幽冥灵目才能看破。哦，你为何这么判断？修士之间联络向来是用神识玉符，我祖父与温前辈都是顶尖强者，却执意用这凡俗书信，必有深意。而且这些印纸材质特殊，实则是用遮蔽天机的7天蚕丝制成，可隔绝因果。快用你的灵眼看看。我已与灵气部解除契约，束缚已解，可行大事。君子义务，小人亦于物。爷爷竟然主动放弃了灵气部的掌控权。主动放弃？难道这灵机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患？那你一直带着他，会不会有危险？爷爷不会留下会伤害我的法宝。他写下君子义务这4个字，说明他是为了某种更高的追求，才选择割舍灵气部。那就好。不过温行，此去中州危险重重，你千万要先保全自己，莫要逞强。若是要跟纪南河动手，务必提前告知我定会倾力相助。好，我答应你。
绝不独自逞强。这些是你祖父的遗物，还是交给你好生保管。这是我这几日参悟灵气部得出的全部气文心得，按照先前的天道契约，全部交给你。妙极，你在炼气一道上的天赋，当真是惊世骇俗。这些纹路正好能帮我解读灵气部深层的权限规则。那是自然，本小姐可不是只会躲在人后的花瓶。少主，中州天机阁来信。3日后，中州天机月，静候温掌柜。清账。温行，这纪南河明摆着是设好了后门宴，要在中州天机阁伏击你，你不能去。青州的债已经收完，纪南河欠我爷爷的命债、因果，还有他用公债贪墨的因果，该当面结清。此行我非去不可。少主，属下陪你走一趟中州。青州剑阁弟子人多眼杂，容易暴露行踪，有属下一人一剑，足矣。沿途埋伏，属下自会一剑斩之。好，苏阁主，劳烦你准备好通关文书和路上所需的清心丹，明日你我准时动身。既然你们执意要去，那我也去。防身的法器全部由我来准备，不准拒绝。楚小姐的心意，温某收下了。此物名为七天劫，是我爷爷当年留给我的保命法宝，能替神护者抵御一次致死劫。既然你执意要帮忙，便将它收下吧。好，这手绳本小姐收下了。我回楚家工坊准备防身法宝，明日城外见。夺人灵脉，借用苍生公债，设计陷害我爷爷温恒之。纪南河，你的罪，天理难容。少主，陆家的产业已经划分完毕，归还苦主，设立善堂，当铺日常开销，3份资金由剑阁弟子分头去办。青州各大世家送来的拜帖和礼物也已全数退回，绝无遗漏。苏阁主辛苦了。今日清晨，你我便低调动身，不要惊动任何人。少主是担心纪南河会在半路设伏。天机阁在中州根深蒂固，眼线无数。我们若大张旗鼓的过去，他们有的是时间在渡口、传送阵和必经的峡谷隘口设下埋伏。低调赶路，能避开不必要的麻烦，也能让纪南河无法提前预判我们的行踪。少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中州，等纪南河反应过来，少主的灵气部已经拍在他天机阁的大门上了。此行我们不需要张仪，也不需要千军万马，只要这灵气部上还记着他纪南河未还的债，天道因果自会成为我们最强的神兵利器。是，属下已经清点好配件与疗伤丹药，现在即可出发。苏前辈，此去中州天机阁，纪南河布下的是必死之局，你怕吗？当年温恒之老掌柜将快要冻死在桥洞下的苏某救起，还借出通明剑心，这才有了今日的青州剑手。如今老掌柜下落不明，少主孤身涉险，苏某若是苟活退缩，
往后还修什么剑道？况且苏某这一身元婴修士本就是借来的，按照忘忧躺窗的规矩，借了天道的债，迟早要还。既然苏某现在还不上通明剑心，那这一路上苏某便用这条命替少主开路。温某，多谢苏前辈高义。少主莫要做此小儿女姿态，苏某命硬得很，中州那帮杂碎还收不走苏某的命。护身法器已经全部重新加固好了，一共18件高阶防御法宝，足够抵挡元婴期致命一击。楚小姐不愧是青州第一炼器天才，这手艺连中州那些老家伙看了也得流口水。楚小姐，你离家前去中州，楚房主可知晓？我只在房中留了一封信，至于父亲，他现在可管不住我。既然如此，温某便定下一条死规矩：此去中州凶险万分，我们3人绝不可擅自分开行动，一切听我指挥。明白。少主，非洲已到，我们该动身了。少主，有些不对劲，甲板上混进了天机阁的杂碎，全都是元婴期的死士。知道了，苏前辈莫要轻举妄动，防备着便好。不行，躲开！好厉害的防御法宝，竟然能毫发无损地挡下本座的虚空刺杀。化神真人，身为堂堂大能，竟然在非洲上偷袭，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当真无耻！无耻！苏无相，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这是中州禁术，借命符阵，济南河竟然如此歹毒！少主，这阵法在强行抽取，这寿州上所有守卫、异阶修士和凡人的本源生机，还要用无辜路人的命逼你妥协。为了夺取灵气部残害如此多无辜生灵，你就不怕灵气部降下9天神雷，让你神魂俱灭吗？天道！本座只要在天道惩罚我之前把你们都杀了，拿走灵气部，天道又能奈我何？救命啊！师姐，你醒醒！谁来救救我们？季长老有令，只要你温行跪下，交出灵气部，本座便停了这阵法，放这些人一条生路。否则，这些无辜之人就会为你陪葬。少主，绝不能相信他的鬼话。苏无相，你的剑心都是借温衡之的，你一个连债都还不起的丧家之犬，有什么资格在本座面前放肆？苏前辈，冷静。现在动手，灵力变动会加速阵法运转，死的人会更多。对了，忘了自我介绍，本座墨影，墨雨是本座的亲姐姐。你是墨雨的弟弟，难怪你要如此针对我们。苏无相，你斩了我姐姐一剑，坏了她的修行根基。如果你苏无相今日自废通明剑心与全身修为，否则本座先让这非洲上的2000修士给你们陪葬。苏阁主，我用9界伞暂时止住了阵法，撑不了太久，快杀了他！有意思，元婴修为
居然能跟本座战到这种地步。苏无相，你确实是个天才。不对，苏无相，你这个疯子，你竟然要在战斗中突破化神！苏前辈，快停下！你这是在燃烧生命，强行破境，一旦破境失败，神仙难救。少主，不用担心我，一消一剑平生意，不负狂名300年，给我破！少主，苏某强行破境，到半步化神，但体内的元婴已经碎了，怕是无力再送您去中州了。是时候还债了。苏前辈，你这又是何苦？当年温老掌柜借我通明剑心，灵气簿上记得清清楚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少主之前迟迟不肯收债，是提提苏某，但今日苏某不能再当懦夫了。不，苏前辈，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我不要你的通明剑心，你撑住！青岩，快拿疗伤灵丹！丫头，别费神了。老夫在青州好歹也是个人物，了结因果，自然也要体面。天道在上，青州苏无相今日自愿归还温恒之当年所赠之通明剑心，因果两清。苏无相，通明剑心是你的修为根本，一旦彻底剥离，绝无生还的可能。天机阁死士听令，苏无相已废，那温行尚未炼化剑心，立刻动手，将他们碎尸万段。有老夫在，休想伤少主分毫。连长过来。少主放心，有我在，他们踏不过半步。都愣着干什么？身边只有2个残兵，我们10几人还怕不成？你懂什么？忘忧当铺的掌柜能勾动天罚，惹了他必死无疑。灵气部终于显威了。莫影，你戕害无辜，抽取生机，今日便用你命来偿。给我！天裂了，是天道降下的因果神雷！不，我乃化神修士，天道居然为了蝼蚁要灭了我，地长老！怪物，这温行是怪物，快跑！温行，苏阁主，少主，别白费力气了，道基碎了，本就活不成。少主，苏某这账算是还清了吧？算清了，算清了就好。如此，苏某也算对得起老掌柜的恩情了。说实话，我纵横青州300余载，真舍不得就这么死了。我还没见过剑道的极致呢，也没来得及和妹妹道个别。苏前辈，求您别再说话了，青瑶一定会救您的。丫头，你天资极高，又是炼气宗师，以后少主身边就靠你多辅佐，多陪伴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苏前辈您别死。少主，若日后真的在中州天机阁见到了温老掌柜，替苏某告诉他老人家一声，
那通明剑心真的很好用，当年的救命之恩，无想没忘。我答应你，温某一定替你把话带到。通明剑心和老夫的一身修为，好好炼化。少主你一定要好好炼化，为民不可夺了老夫的威名。非洲已经靠岸了。温行，我们到中州了。再沉的伤痛，也得先带着苏前辈落脚。苏前辈一生恩怨两清，走得体体面面。他再也不欠任何人了。到最后一刻，他心里也记挂着你。苏阁主，我带你回剑阁。这笔账，我会在中州亲手清算。所有身在中州的剑阁弟子，提决！剑阁驻中州精锐参见少主。阁主，这是阁主！前日还传信调度军务，怎么会？苏阁主今日以半步化神之躯，强行击杀天机阁化神真君莫影，扬我剑阁可百年威名。天地为鉴，虽死犹荣。他用命守住了剑阁的尊严，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属下恭贺阁主扬我剑阁威名。属下阁主阴魂与剑阁同在，恭送阁主，恭送阁主。我温行在此对天发誓，必用济南河的人头为苏阁主报仇雪恨。天机阁欠我们的，我会连本带利，一一讨回。属下先护送阁主灵躯返回剑阁，整军待少主号令。是随少主，荡平天机。无论前路有多少凶险，我都与你一同面对。温行，那就是中州第一势力天机阁。苏前辈的这笔账，灵气部会算在济南河的头上吗？会。济南河布设借命符阵在先，我用无辜低阶修士的命来胁迫，这才逼得苏前辈身死。这些被抽走生机的人命血债，还有苏前辈的命债，灵气部已经全部一笔一画，完整的记在了济南河的名下。那就好，我也一定会用自己的法子，让那老鬼付出代价。你就是温衡之那小子的亲孙子温行。晚辈正是温行，敢问前辈是？苏无相那皮小子呢？他一向是个爱凑热闹的主，怎么不见他跟在你们身后？苏前辈，为了曾化神大宋手下保护非洲上的无辜修士，已经牺牲了。你说什么？苏无相那小子死了！苏无相啊，苏无相，你手持3尺剑，敢斩不平事，到底还是比我这老骨头强太多了。济南河还是这般卑劣行径，不择手段，一遇到斗法，就喜欢拿凡人和低阶修士的命当作筹码，简直该死！老前辈，你对济南河如此了解，对温前辈也如此熟熟，你到底是谁？老头子，我是温衡之的战友。战友？对，是战友，
也是道友。不过你爷爷那个人喜欢叫我们战友。敢问前辈，尊姓大名？不敢当，不敢当。老头子我叫吴胜，当年和一群人跟着你爷爷，想要挑战这世家宗门的不公。可惜，他们死的死，残的残，连你爷爷也被困住了。如今只剩老头子我一个人东躲潜藏，像只耗子。吴前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爷爷他如今究竟在何处？当年那是一场滔天大难。老头子虽然不知道他被困的具体方位，但我能确定，那地方绝对在天机阁的深处。你找到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吴前辈，天机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天机阁，那是吞噬修士寿元、掠夺凡人福运的痴命之地。当年温衡之孤身入阁，便彻底失踪。温掌柜，既然来到了中州，何不现在就入阁一叙呢？季老鬼，我必会亲自取你狗命！温行，我与你一同前去。丫头，胡闹！天机阁内禁制巫术，你不过金丹巅峰，进去了瞬间就会被吸成肉干。青年知道自己实力微末，可苏前辈死的时候，我只能在旁边眼睁睁看着。我不想再经历那种无力的局面，哪怕死，我也要和温行一起去。真是怕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真是怕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一个两个的都和温衡之当年一个德行。老头子我虽打不过天机阁，但有办法在1天之内快速提高你们的实力。今天谁都不准去送死。随你们便，老夫在天机阁静候。季老鬼，你又在憋什么阴谋？给老子滚！跟着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吴前辈，这荒谷里灵气稀薄，也没有聚灵阵法，怎么能够提升我们的修为？到了，这是老头子的秘境。吴前辈，纵然秘境中灵气充沛，但我们只有1天的时间，即使日夜不休的吐息，实力也提升不了多少。普通的秘境当然不行，但老头子这处秘境是当年的问心境。问心境？敢问这问心境有何奥妙之处？楚丫头，你卡在金丹巅峰也有段日子了吧？若无特别的造化，按部就班的苦修，你至少还要100年，才能窥见元婴的门槛。还有你，苏无相死前用天道秩序强行把一身的化神修为和通明剑心全部过渡到了你这个凡人身上。你体内现在就像塞了一座随时会炸的灵石火山，如果没有100年的时间闭关炼化，不等你到天机阁，你自己就得爆体而亡。前辈的意思是，这问心境可以让我们走捷径？问心境能帮你破开金丹，迈入元婴，也能帮温行把苏无香的修为彻底炼化。太好了！先别高兴得太早。问心境最重因果与心魔，若在里面你们通不过因果问心的重重考验，不仅修为全废，你们的心神也会永远被困死在幻境里，沦为活死人。要不要进，你们要想清楚。我要去，我再也不想当那个只能无力哭泣的看客了。苏前辈用命帮我提高了修为，
温某定要用纪南河的血祭奠苏前辈。温行，你在哪里？青岩，你这个逆女！你抛弃家族，跟着温行私奔，导致楚家守卫力量空虚。纪南河的手下昨夜偷袭，你的母亲、你的弟弟，他们都被杀死了。不，这不可能，怎么会变成这样？都怪你！若非你一意孤行要去中州，家族何至于落得如此下场？你就是楚家的罪人！不，这不对。我随温行去中州，不仅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追求更高深的气道，以及铲除祸乱天下的天机阁。只有彻底消灭纪南河，楚家才可能真正安全。任凭你舌蹦官话，楚家也已经没了。你母亲和弟弟的命，你拿什么来赔？母亲和弟弟的仇，我必亲手找纪南河清算。但当初我若留下来，如今也只是多添一具尸骨。寻找破局之法才是正道。纪南河行凶，父亲不思报仇，反而一味怨鬼女儿，您当真懦弱。青岩，你我结为道侣，隐居于此可好？温行，以后我在这山谷里耕田种药。青岩，你我结为道侣，隐居于此可好？温行，以后我在这山谷里耕田种药，你在屋里织布炼器。我们做一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再不问红尘。你不去消灭纪南河，不去救你的爷爷了吗？纪老鬼太强大了，爷爷也定不希望我去白白送死。那你也不打算替苏前辈报仇了吗？不替青州那些被天机阁公债逼死的苍生讨债了吗？苏前辈那是命该如此，我不过一介凡人，实在无能为力，能顾得好你我二人，便已足够了。闭嘴！你根本就不是温行。我认识的温行铁骨铮铮，绝不会苟且偷安。你这幻影，给我死！温行，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跑！纪南河，你放开他！有什么手段冲着我来？想要救这个丫头，简单，把灵气部乖乖给老夫交出来。温行，你心心念念的人就在我手里，滋味如何？纪老鬼，你堂堂中州至尊，居然用女子的性命来做要挟，简直卑鄙无耻！成王败寇，手段算什么？今日你不交灵气部，他就得死。别为了我交出灵气部，温行，救我，我好怕。别怕，我在。青仙，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哼，蚍蜉撼树也不怕笑掉大牙。你走啊！别管我了。不自量力的凡人，没了灵气部，你连老夫一根手指头都挡不住。快做决定，是要灵气部，还是要这个女人的命？一炷香之内做决定，晚一刻我便卸她一条胳膊。你千算万算，算错了一件事，你不该拿她来试探我的底线。苏阁主的建议，今日便借你一试。青岩还有灵气部，我都要。这是同鸣剑心的权利。我的手臂
我要你偿命！温行，我承认你这幻境演得很真，但假的终究是假的。不过即使是在幻境里，纪南河你也必须死，哪怕是幻境，入他者死。我乃中州至尊，怎会败在你手里？温行，你快松开我！青霞，刚刚在问心幻境里，你被纪南河捏住了喉咙，我真的很怕你出事。笨蛋，你刚才不都说了吗？那是幻境。哪怕是假的，我也害怕。放心吧，本小姐身上藏着的防御至宝数不胜数。哎呦呦，你们这两个小家伙还要腻歪到什么时候？老头子的老花眼都快被你们闪瞎了。不错，不愧是问心境。楚丫头，你因破除心魔，如今已是货真价实的元婴中期修士。你这小子更邪乎，苏无香那300年的剑道修为，竟然被你彻底炼化了。凭借这股剑意，你如今的战力堪比半步化神。多谢吴前辈成全。去！老头子为了维持这秘境，本源灵力损耗大半，这几天要闭关休养，可帮不上你们了。前辈重恩，晚辈没齿难忘。快滚吧，把温恒之那老混蛋救出来！老头子还等着和他一起再战中州呢。劳烦通报，就说忘忧渡铺温行应纪南河之邀前来做客。温掌柜，纪长老先前只下达了邀请温掌柜一人的法旨。这天机阁的规矩，旁人当真不能入内。若我们今日非要一起进入呢？温掌柜，您就莫要为难小人一个端茶送水的了。规矩就是规矩，一个没有灵力波动的凡人，也敢在天机阁门前坏了主子的章法。这不可能！你身上明明没有半点灵力波动，怎么可能斩断本座的元婴灵宝？规矩是人定的，温某现在站在这里，你可以去请示纪南河。无妨，温掌柜既然带了朋友，那便一同请进来吧，免得旁人说我天机阁失了礼数。二位贵客，里面请。纪长老在大殿等候多时，温掌柜，随我来吧。这些符文全都是用来窃取、掠夺凡人和散修气运的。不愧是中州第一毒瘤，早晚有一天要把这儿污浊肮脏的地方烧个精光。温掌柜，纪长老的时间有限，还请莫要在此耽搁，继续前行。若温某现在灵气簿上落笔收债，你猜天机阁这300年掠夺的气运，会不会在瞬间倒灌凡世？温掌柜，您说笑了。纪长老只是请您来喝茶，您可千万莫要在这殿内收债呀！带路吧。
行，这些人，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温掌柜，老夫给你们备下了一份厚礼，杀了他们，你自然能见到老夫。青岩，这些人体内没有任何代表罪恶的黑色因果线，他们都是被抢的宗门基业。神魂被纪南河用邪术操控了。这个老畜生，真是越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卑鄙无耻，又拿无辜之人的命来当挡箭牌。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玩意儿，这些死士会拼死杀了你们，不杀了他们，你们根本无法见到我。你们不是自诩为苍生立命，代天刑罚吗？那就等死吧！丞相，退后！既然不能杀，那就用遁技制服他们。丞相，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们人太多了，而且根本没有痛觉，强行耗下去，我们的灵力迟早会被耗光。我可以构建法阵将他们全部困住，但这阵法需要5息时间引导，你替我护法，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断我。好，5息之内，除非我倒下，否则没人能靠近你半步。第1息，给我在那儿待着；第2息，滚开；第3息、第4息，第5息，乾坤无极，千丝索龙，行路难起。太好了，困住他们了。我们现在就去找纪南河算账。温掌柜，看到了吗？你不动手，老夫自然会帮你想办法。温掌柜，看到了吗？你不动手，老夫自然会帮你想办法。他们体内的禁制已经开启，你不杀他们，他们也会因你而死。季老贼，今日温某若不将你挫骨扬魂，誓不为人！温行，你快停手！这样去抑制他们体内的自爆禁制，你的灵力会被吸干的。这些年轻修士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因我而死。温行，这里交给我，你顺着这大殿后方的暗道去找纪南河，杀了他，这些禁制自然就解了。可是你没时间可视了，相信我，本小姐现在可是元婴中期。这3成修为，能替你挡下3次化神级别的攻击。等我回来。季老贼，楚可别小瞧了我楚清言，天不变，道义不变，时间静止。温掌柜，你终究还是踏进了老夫这天机阁。季山河，我祖父的账，苏前辈的死，还有你这300年窃取的天下苍生之气运，今日该结清了。苏无香，不过是一介草叶莽夫罢了。当年若非温衡之施舍通明剑星，他连给老夫提鞋都不配。能为你送命，那是他的造化。这句话，温某会一字不差记在你纪南河的孽战项目之中。你说话的语气简直和当年的温衡之那个老顽固一模一样。老贼，我爷爷现在何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温掌柜有时间听，你那留在楼下的小道侣，怕是没有多少时间了。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你想借此扰乱温某的心境，季老鬼，你未免太小看秦安的实力了。还真是个心思缜密的年轻人。不错，你那小道侣的时间计数，老夫确实一时半会儿破不开。窃取众生寿元而酿造的浊寿，温某险遭。不愧是幽冥陵墓，可惜你身上只有半副，终究不完整。杀你足够了。说，我祖父在哪里？他被老夫困在下方的宿命渊内。文行，想要他活着走出来，就把灵气部留下。文恒之那个老不死，将这天气藏了整整10年，今日终归还是要落入老夫手中。300年间，你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祖父的道铺与天气。胡说八道！老夫乃中州之主，天机之首，这天气本该是老夫的。都是文恒之那个域外天魔强行夺了老夫的机缘。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祖父是穿越者。什么穿越者？不过是窃取此方世界天道规则的小偷罢了。我祖父清誉，容不得你这卑劣小人污蔑。事实是，灵切部主动选择了我祖父。那不过是他运气好，明明是老夫先推测出灵气部现世的时间，凭什么让他摘了桃子？天气有灵，择主而事，他绝不会选择你这种浑身沾满了无辜苍生血泪的自私之人。那又如何？温恒之那个老家伙执意要跟众神作对，众神想要借灵气部一用，他却拼死阻拦。众神？他们究竟是何方存在？温行，你现在不过是一只稍微强壮一点的蝼蚁，根本没有资格知晓众神的底细。只要你把灵气部乖乖呈上来，老夫可以带你一同去面见众神，赐你永生。纪南河，你当真是痴心妄想。既然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老夫便成全你。你爷爷温恒之被困在这复命渊下，每日承受万针穿心之痛。只要你现在点头交出灵气部，老夫立刻解开复命渊的禁制。但你若再敢多说一个不字，老夫立刻启动渊底的肃杀大阵，将你爷爷在瞬间绞杀成一片血泥。温某拒绝。温行，你当真要眼睁睁看着温恒之死在你面前？你今日当真要清算老夫不可？今日此行，只为清解你纪南河掠夺世间苍生寿命、福泽福运的761笔滔天公债。既然你想让他死，那老夫就送你们祖孙一起上路。你竟然打算逆天改命，与我互换命运！不错，这命运大阵乃是众神所赐，可以强行互换你我二人的因果与宿命。大阵结成之后，你的一切，包括这天气灵气部，包括这幽冥灵梦，全都是老夫的了。没用的，命运大阵无视修为，任你拥有通明剑心化神战力，在大阵面前也只是徒劳。没用的，文行，楼下已经有数名修士因你自爆而死，你身上早已沾染了罪孽因果，
在命运大阵的作用下，这缕罪孽会被放大万倍，彻底阻断你与灵气部之间的联系。是吗？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明明沾染了因你而死之人的血，为什么还能使用灵气部？温某虽沾染鲜血，然光明之心永存。现在攻守换破，济南河该偿债了。你敢落笔？只要你落下一笔，老夫立刻引爆复命渊，让你爷爷死无葬身之地！你尽可以试试。这不可能！天机阁有整座中州的气运加持，你一个凡人凭什么能压制这里的吞噬之力？并非温某力量压制此阁，而是你济南河欠着天下亿万生灵的寿元、福运、福德太多，天道轮回，因果循环，是这楼阁里的怨气在斥衡你。那些卑贱的凡人生世卑微，纵使活得长久，也难有作为。老夫抽取他们的寿元去侍奉众神，换取修真界千年安稳，老夫何错之有？你这番强盗歪理，可敢当着那些因你而死的苍生之面，亲口说出？弱者连让老夫解释的资格都没有。温行，温衡之执意遵守你那破党铺的规矩，换来的是10年暗无天日的囚禁。只要你现在放下这无聊的收债执念，凭借你手中的幽冥灵木和这天气，你我联手，便能随意改写天下人命数，成为执掌众生生死的大人物。难道不比你当一个替天道收破了烂账的当铺掌柜要强万倍吗？济南河，你的话说完了吗？你当真冥顽不化？只要老夫神念一动，复命渊底的血阵会在瞬间将你爷爷绞杀。是你要清算，是你亲手害死了他。收起灵气部，否则老夫现在就让他陪葬。温某十分了解我祖父，他老人家若是为死妥协之辈，10年前便会将灵气部交给你，何苦在这渊底苦撑10年？给我断！不，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强行斩断老夫与温衡之绑定的因果命线？温行，你不能杀我！老夫已经将自身的神魂与温衡之捆绑为一体，灵气部一旦清算老夫，温衡之神魂也必会承受同党的重创。你想救你爷爷，只能留老夫一命。济南河，你千算万算，却唯独算漏了一件事。忘忧堂铺收债，从来不仅仅是清算个人的私债，更是为了斩断那些人为设下的困命债局。你这复命渊的囚困大阵，本就是违背天道的债局，灵切部自有破局之法。不可能！温衡之被困了整整10年，他怎么可能还有机会留下破局的后手？那是因为我祖父从一开始就留下了一样东西，这半卷残器
是爷爷当年进入天机阁前留给吴胜前辈的，专门用来斩断你设下的灭局。温行，你们祖孙二人不得好死！众神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那便让众神亲自来忘忧掌部，跟温某算账。小心啊，账收完了。好小子，10年不见，长这么高了。这收债的重担，难为你一个人扛了下来。爷爷，苏无星前辈在来中州的路上战死了。苏前辈临终前让晚辈转告你，当年的通明剑心很好用，救命之恩，他至死未忘。如今典当因果已经两清了。当年他还是个在桥洞下快要冻死的小娃子，哭着求我给他一个握剑的机会，好去保护他的妹妹。没想到他竟是用这条命把账给清了。晚辈青州楚家楚清言，拜见温老掌柜。哈哈哈哈！你就是楚老头家那个整天不爱红妆爱练气的丫头。不错，如今竟然已经是元婴中期了。爷爷，这一路上，若非青卓一路相随孝助，孙儿怕是走不到的这中州天机阁。哈哈哈哈哈哈！好，当年楚老头执意要给你们定下婚约，唉，老夫还怕耽误了你们。如今看来，老夫这亲定得极妙。哈哈哈！爷爷，纪南河临死前提到众神，还有穿越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谓的众神，是一群超脱于灵气部因果约束之外的幕后势力。纪南河、整座天机阁，都不过是众神推出来的棋子。这九州凡世与修真界的气运，全部由众神在暗中操控。小星，爷爷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穿越者，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穿越者踏上过这片土地。这些穿越者都是被天道拉来为这个世界清除那些吸血蛀虫的。天道清除蛀虫？难道天道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吗？天道运行有常，本身并无意识。在这世上，只有人道才有意识。宇宙鸿蒙之中，无数飘散的微粒凝聚，演化出了此方世界。世界渐渐有了海洋陆地，演化出万千生命，最终诞生了人类。最初的修士发现世间有灵气存在，开始修仙。修仙带来了文明与力量。那些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的世家高高在上，而善良守系的散修却只能慢慢沦为蝼蚁。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世道变得越来越不公。后来呢？后来，出民淳朴的道德在这个崩坏的世道里消失了，但这些消失的淳朴道德却凝聚成了人道意识。灵气部就是人道的化形，而穿越者就是灵气部为了拯救这个不公的世界，强行从意识拉过来的清洗者。那爷爷您10年前为什么主动放弃灵气部？上古出民的道德孕育了灵气部，但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简单规则，远远不能改变这个已经腐朽了万年的世界。天已变，可道未变。爷爷不能永远受灵气部的规矩束缚，必须以身入局，在规矩之外开辟出一条人道新路。温老前辈，那在您之前的那些穿越者前辈们，如今都去哪里了？
他们都死了。为什么都死了？他们既然是代表人道而来的亲媳妇，怎么会？是众神亲手杀死了他们。爷爷，众神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藏在何处？我们又要如何才能找到他们？莫急，我们先一同返回青州忘忧当铺。只要老夫这个掌柜重新归位，完整的因果账簿才会彻底显现。到时候，众神若要了结过往恩怨，自然会主动登门来寻。忘忧当铺的真容已经被老夫隐藏了整整10年。今日你我祖孙2人归位，当铺也将重新展现他的真容了。温恒之，你这个老混蛋，终于回来了！何方妖孽，竟敢直呼祖父名讳！妖孽！你这不孝的臭小子！没有本大爷这10年在暗中帮你遮挡因果，你早就被济南河那老狗发现弄死了。本大爷可是忘忧当铺的器灵。器灵？天道法宝的器灵？丫头，这小家伙叫小优，是当铺的人道本源孕育而生的至宝器灵。小优，好可爱的名字。不准叫我小优，本大爷叫无上因果。好了，小优，别闹了。老夫在复命渊下被困了10年，但对付那群神明的办法，老夫已经找到了。温恒之，你真找到了！那帮家伙掌控着旧天道，你拿什么跟他们斗？小星，你天生觉醒的这双幽冥灵物，乃是此方世界开天辟地以来最纯粹的否定力量。否定力量？这与对抗众神有何关联？诸神所维系的是一套万年不变的旧道，在这旧道规则里，凡人永远是蝼蚁，世家永远是主子，而你的幽冥之眼，天生就是为了否定这旧道，瓦解不公而生的。那我们要如何做？直接让温行去指示众神，将他们否定吗？不够。小行体内的幽冥之力，如今只恢复了半数，根本无法对抗至高意志。所以，我们必须利用当铺的人道本源，强行开启通往幽冥深渊的通道，送小行过去。只有在彼处集齐所有的幽冥之力，彻底将陵墓补全圆满。若幽冥陵墓彻底圆满，会如何？到那时，你便能彻底斩断旧道，为这天下苍生开辟一条真正公平的人道新途。那幽冥深渊定是极其凶险之地，温行若去了，会不会有性命之忧？九死一生，但这是世间唯一的出路。爷爷放心，孙儿本就是当铺的掌柜，这笔万年巨债，我一定要清算。温恒之，你这个剥削狂！重启这通道，本大爷这10年积攒的私房钱可就全泡汤了。温行，这些护身玉牌里有我苛刻的时间法则，你带着它，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答应你，定会回来，与你成亲。小行，此去要找到独属于你自己的路，莫要被任何规矩束缚了拳脚。警告！天道至高意志锁定，温恒之是那3位众神，他们亲自降临了。域外天魔温恒之
窃取因果，违抗天命。今日便是你服逐之日。老狗们，你们错了，今日并不是老夫的死期，今日是老夫带领我孙儿屠神之日。